在今天，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复制青铜器的厂家。虽然复制出来的器物和原件十分相似，但是制作的步骤和工艺却和商代的先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采用的是精密铸造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比较便利。那么在3000多年前，古中国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制造出这么多杰出的青铜器的呢？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呢，主要是采用了陶范法的铸造技术。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中国古铜矿遗址出土的一些陶范分析呢，我铸造一件青铜器，首先要做一个泥模，然后呢就把它翻制出外范，然后就要刻制这个花纹，或者再加刻铭文，是吧？最后呢就是做出一个内模，也就是内范。这个空隙呢，将来就是浇铸的铜液的厚度。那么合范以后呢，然后浇铸这个铜液，待它冷却以后，把它打碎，那么就一件青铜器就可以说是铸造好了。这是2件还没有经过焙烧就被抛弃的泥模鼎足，殷墟出土了类似的很多陶范。实际上，比较复杂的器物不可能用一块外范就解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分范的方法。因为器物上有很多的装饰和纹饰，这样的装饰和纹饰不是通过一块范能从模子上脱下来的，所以要把范分成若干块，从模子上把它做好了以后，翻好了以后，是一块一块拿下来，等干燥了以后呢，再一块一块组装好，这就是范是分开的，所以顾名思义，这叫分范法。仔细观察这件文物，能看到工匠的纰漏，范与范之间咬合的不太好，出现了线条的微小错位。范它都有范缝的，它一块范缝的，它都有到印子的，它都有范缝印子的。这个花，特别是花纹的话，它平为它都打磨掉了，它这个为花纹它都不可能打磨它因为这是一块范缝，这是2块范缝，这一共3块范缝，就是证明这是一块，这是一块，这是一块，这3块。陶范做好后阴干，放进窑中烧成陶，制范的程序就算完成了。下一个步骤十分关键，这就是金属的配料。青铜器铸造的原理并不复杂，优质的铜加入一定比例的锡铅等金属，就能做出青铜器。但是铜锡的比例直接关系到青铜器质量的好坏，这并不是很容易掌握的技术。原则上来说，在锡青铜里边，锡的含量是8%的左右，它的综合的机械性能就最好。所谓的综合机械性能呢，就是说它有比较好的强度，比较好的硬度，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延展性。苏荣玉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对979件古代青铜器的1040组成分进行统计，研究它们的金属成分和配置比例。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苏荣玉的研究小组对中国古人的合金比例有了初步结论。中国古代青铜呢，合金含量通常呢会在14%左右，甚至会高得到20%到30%，这样一些高锡的青铜。这样的合金加入了锡加入了以后呢，会使青铜变得非常硬，非常坚硬。但是呢，它硬了以后呢，就比较脆。这种高锡高铅的合金比例虽然比较脆，但硬度增强了，更加利于铸造。特别是在兵器铸造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
配好的金属被放进这种干锅中。这种干锅一次可以融化铜10多公斤，但是铜的沸点高达2567度。这种看似简陋的干锅能达到这样的温度吗？沸点和熔点是两回事情。铜的熔点呢是1383度。一般来说，我们用于融化和用来铸造青铜器，只要能把铜融化就够了，不需要它的沸腾。但是一般来说，1300度这样高温呢，也是不是一般的这个陶制的所能承受的。所以呢，在古人呢，他们会往往在里面加入了锡和铅，这样降低了它的熔点。实际上，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呢，大概是在1100度左右。这样呢，大多数的这样耐火的粘土都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温度的。即使是1100度的熔点，如果依靠普通的炭火，也是很难达到的。那么，古人到底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呢？通常我们有一句话说，有风就有火，就是说提高炉子的温度，一个当然是靠燃料，这会提高到相当高的温度。比如说一般的炭火烧起来，我们会到800度左右。但是要再提高温度，是要靠风，靠鼓风，有大量的氧气进来强化燃烧，这样呢会把温度会升到1300度、1400度等等。所以在古代一定会发明了这样的鼓风的办法。只是说我们的考古遗址破坏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们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证据罢了。古人十分有效地提高了冶炼的温度，冶炼出滚烫的铜汁，然后浇灌进外范和内范的缝隙中，等待铜汁冷却后敲去陶范，青铜器就这样诞生了。但是像这个超重量级的丝木屋顶又是如何铸造的呢？后人在他的面前感到匪夷所思，特别是顶的2只大耳是怎样和顶身合在一起的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焊接，但是经过仔细的检测，并没有发现焊接点，这是怎么回事呢？丝木大鼎的铸造呢，经过了2个过程，一个呢是铸造它这个腹部和4条腿，这是一次性铸造的，再分别铸造浇铸这个耳朵，然后呢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根据推测，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超过1000公斤。可是，在当时一个普通的干锅只能容铜12公斤左右。古人究竟采用了什么办法，使得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呢？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巨型大物像一个古人精心设计的谜语，带着神秘的表
最初它是实用器，实用器的时候一定要很实用的。到中间呢，赋予它一种这个等级的观念、意识形态，一变成艺术品，那么它就变形了，变得越加这个华美，和越加这个让人看得好看。商代出土的青铜器虽然种类繁多，但是从器型特征看，大多造型庄重，器身厚重。如果作为日常器皿，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这个簋高13.8厘米，口径20.7厘米。这样的大小，做碗显然太大，而做盆又太小。它是做什么用的呢？一部分青铜重器上还铸有代表身份的族徽和荣誉标识，显然不是被当作实用器物来使用的。如果不具有实用性，那么这些成组成套的青铜器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已经就是国王啊，显示他的权威，显示他的这个作用，而且呢还组合呢，要么就是2个，要么就4个，是偶。商代以前呢，他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王权是受命于天的，他是崇拜上帝，上帝是管风雨雷电，所有的都是神，那么上帝管着，而他的祖先呢，也是一种上帝，跟上帝平行的，他祖先崇拜很严重，所以呢，他祭祀的时候要大批的杀这个牛啊。一次能够加官界能杀300头牛，他祭祀祖先啊，有的时候祖先还有这个周而复始的祭，每一年要大肆的祭祀。这个就是说他的一切权利来源于上帝和祖先。自己
商朝的王成了沟通神界与人界的最高代表，同时具备了神性和人身。商王为了表达对天地的虔诚，经常举行祭祀仪式。是跟这个它的使用的用途密切相关的，和它使用的场合密切相关的。如果说它是一个高台建筑之上，很巍峨的宫殿，啊，那么宫殿很大，器物相应的就得大。它只有大，它在高台之上很远的地方，那些臣民们、那些奴仆们才能看得见。如果很小一点点，那它起不到这个政治。为什么唯独中国古代青铜器大量的作为礼器使用呢？至今没有人能给出完美的解释。很多秘密永远的被岁月带走了。这些沉默的器物曾经承载了古人许多的情感和憧憬，我们究竟还能解读出多少确定的含义呢？修复青铜器是一件枯燥的工作，而且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胡家喜先生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已经有20年了。在胡家喜的心目中，所有的青铜器都已经被化简成了一个个的局部和细节。它们的外形，它们的硬度，还有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身上那些美丽复杂的花纹。
鸟纹。在当时的传说体系里面，鸟纹，尤其像凤鸟，这是和当时很多族的兴起是有关系的。像商人，他的兴起，商人的出现，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吞了上帝送来的上帝派了一只鸟，所谓的玄鸟，当然有人说是燕子，送来的一个蛋，吃了以后就生下了他们最早的男祖先。那么他在祖先崇拜这个体系里面，最早就追溯到一个感知祖先。这个感知祖先呢，又是通过跟上帝派了一个鸟和上帝连接起来的。那么这鸟崇拜当然就在他的信仰体系里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有些更复杂的纹路却很难一眼看出是什么动物。这是商晚期青铜器最为典型的纹饰之一，也是商代青铜器的一个著名符号。后人叫它饕餮纹。它的样子很古怪，它究竟代表什么呢？它当时究竟代表着一个什么意思？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这是古人的说法了，他是要告诫后人，不要太贪婪。说周鼎铸饕餮，吃人还没有吃完，那么就害及其身，有这么一种说法。很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都为了这种奇特的纹饰费尽心机，试图揣摩出古人的真实想法。有人说它是牛的变形，也有人说它是老虎的脸部特写。它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商代人对它如此喜爱和钟情呢？它就是把一些凶悍的动物，甚至就包括一些这个饲养的一些驯化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头部形象，它把好多特点集合在一块儿，做一个，你说像哪一个？有些很像牛，它那个脚很像牛，但是它那个面部呢很像老虎，所以他就把这些动物的这个特点，就是特别是脸庞、面部的特点集合在一块儿做的一种图案。这种动物可能是最多的是牛，也有羊，还有少量的鹿，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兽颜。它应该是文献里面记载的作为牺牲的这个群体中间的所谓的物的一个部分。他把它抽象化了，这是古代的人们的一种审美的一种趋向。这些来自远古的青铜器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艺术的享受。在30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中，他们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是如何铸造出来的呢？这个形体高大的盛酒器叫龙虎尊，它的肩部有3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在外面。腹部的纹饰十分诡异，一个有着2个虎身的老虎，虎口之下有一个人形，人头被衔在虎口之中。有专家推测，这样的纹饰也许就是当时巫师做法时的情景纪实。
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赶鬼神的能力。在这个弥漫着巫术气息的时代，审美还只是巫术的附庸。这些恐怖而又天真、简约而又繁复的纹饰，是商代青铜器最鲜活的表情。人们发挥了自己无限的想象，赋予这些怪异的形象和雄健的线条以生命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体现出那个遥远年代还不能用文字来表达的情感、观念和理想。庞大的身躯，诡异的纹饰，每一件青铜器都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它们带着金属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光泽，被巫师庄严地排列在血染的祭坛上。青铜器作为特殊的器物，被赋予了沟通天人的功能，成为原始祭祀礼仪的核心。活轩轩的这些牺牲，它是凭着这种气味升登到天上，被祭祀的对象所享用。同时，这种升登用的器物的本体，它又起着，包括它的纹样，它又起着把祭祀者的意图通过这个东西转达到被祭祀者那里的一种中介的作用。巫师把滴血的猪、牛、羊放在巨大的青铜器皿里，把醇香的美酒盛放在青铜爵里，洒向大地。商王代表他的人民与神灵的沟通就这样开始了。关于这一些东西，深层次的东西，古人是说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就根本就没怎么说，很多都是我们要去解释和理解的东西，究竟是不是这样，还有待于验证。无言的青铜器虽然留下了无数的谜团，但也透露了很多商代人的秘密，包括他们特殊的嗜好。这只鼎的底部有明显的灼烧过的痕迹，显然曾经烹煮过食物。但是所有的鼎壁都相当的厚，而且没有密封的盖子。这样的容器怎么能煮熟食物呢？在这个古代，就是说，不管是祭祀也好，和日常的食用也好，它毕竟有点原始性。就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像现代后代这样的煮得非常烂、非常烂的，它有点半生不熟的，也可以吃的，因为它要保持它早期的那种习惯，早期习惯。它，那西方呢，就拿西方这个烤牛排来说，烤牛排必须要专门饲养的这个肉牛，而且是小牛，烤的呢一定要是这个带血筋啊，就是半生不熟的，吃起来非常香甜。如果说烤的完全熟透了，这咬不动也不好吃，这个一个道理恐怕一样的。在商代青铜礼器中，酒器所占比例之重，在整个青铜文化发展历程中独树一帜。在商代，一般是用鼎和酒器相配，构成礼器最基本的组合单位。酒器造型之生动，变化之多端，更是空前绝后。
精妙绝伦的四羊方尊是一件地位很高的酒礼器，造型动静结合，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4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外形上的变化，在宁静中凸显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翎脊，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合范时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但同时也改善了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和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才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这是一件器型和纹饰都很别致的盛酒器，叫弓。弓盖前端是一只昂首而出的兽头，后面是牛头的形状，器身周体都装饰着美丽的凤纹，中间还趴着一条小龙。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来看，大都造型考究，做工精细，并往往通体装饰有神秘威严的兽面纹，可见它们大多是被用作礼器的。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花费昂贵的青铜制造这么多样式和品种的酒器呢？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一般的口腹之乐，又何必如此铺张呢？那么它用到祭祀上呢，是因为这个拿商代来讲，它当时有时候要制造一种香酒啊，就是往酒里搁一种这个香草啊，使这个酒的这个特别是加热之后，这酒里有一定的香味儿啊，这个香草混合到酒里啊，这个它这个香味儿能上升到天上去啊，所以一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先人往往认为这个祖先灵魂有的是在天上啊，所以有的时候香气上达到天上呢，祖先也可以闻到啊，所以常常呢是用酒来作为祭品来祭祀祖先啊，是这样的。他除了自己这个开宴会啊宴享的时候这个要喝这个酒之外呢，更主要的是在祭祀的时候拿酒作为祭品啊来祭祀祖先。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品，有着特别的香味和令人迷醉的效力，与神秘的巫术感情有着天然的契合。但是，对酒醉状态的过分迷恋，也使得商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书记载，商代贵族嗜酒如命，特别是最后一代商王纣，沉迷酒色，荒疏政务，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